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平安；前张千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现在川普的政策到底要往哪里走？其实全世界都在猜，说是要豁免一些电子产品的关税哦，这是美国海关总署释放出来的消息。可是现在习近平或者是我们看到，包括川普也不认账哦，所以在中国大陆方面，中国商务部这里就说他送给川普7个字希望他们赶快修正错误的做法他向美国喊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他也讲了，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所以呢，要敦促美方放弃极限施压的错误做法。可是呢，其实现在美国的做法自己一直不断在变中国大陆的官媒说是在偷偷摸摸的豁免神操作到底有没有豁免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现在也都还不能完完全全的确实的知道。那中国大陆的央视是说，川普现在已经没有招了看起来来势汹汹，可是其实外强中干那两边现在看起来都是在放话的阶段胆小鬼游戏还在持续。美国的 MSNBC 的电视台主持人，其实他们也某种程度呢都会访问很多专家学者。其实他们也质疑自己的总统，质疑自己的川普政府哪来的自信，觉得中国会跪那现在大家都在问说，谁可以这个撑得更久，或者谁最后受伤比较重？有一些网友在这个网络上面就会恶搞，做一些图，像是川普正在等着习近平的电话，而且是在一个小女生的房间里面，所以等不到反而恼羞成怒吗？我们看到川普呢，在这个国内其实看起来是悠悠自得一下子打高尔夫球，一下子去看格斗赛。那记者就趁着他上空军1号的空档来问他一些话像是这个时间点呢，问他这个国家大事，可是他把小孙女给推出来，某种程度在羞辱记者。我们来看看。Okay, good morning. You know the fake news? This is the fake news. Hey, what's up, everyone? How are you guys?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We're just doing a little news conference. You want to partake? 好，你可以看到呢，其实他就是在跟记者就是完完全全开玩笑。记者问他说：“你到底要不要豁免这些电子商品他就直接说：“来，Cat 过来，你看看什么是假新闻，我告诉你什么是假新闻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其实某种程度跟我们的认知落差非常大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川普认为跟中国谈判至关重要。事实上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呢，他完完全全是对着中国来的。这个是美国总统特使，他说川普是谈判大师要谈判就必须要对话。川普认为跟中国进行谈判从而找到摆脱贸易对峙局面的出路至关重要。只是现在怎么谈如何开始，哪边有台阶过来都不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说，川普跟习近平目前没有任何的通话安排中国大陆也否认有通话安排所以两边现在都是背对背不讲话那中国大陆其实也在做自己的安排，包括你可以看到呢他说联合各国积极应战，下一步可能反制服贸领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占美国70%GDP 的服务业成为贸易战的反制目标，因为美国其实它的强大跟它输出的最大的东西就是服务业，不是产品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服贸逆差大概我们整理在这里，包括旅行服务逆差达到1820亿美元知识产权的使用费410亿美元，金融服务300亿美元，保险跟养老服务101亿美元，服务这个运输服务841亿美元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其实在这个地方是占了中国的这个美国是占了中国大陆的便宜你川普一直口口声声在讲的那些产品小商品圣诞树是其中一项，这个服务贸易的逆差才是这个美国的强项。那我们看到中国的反制的动作其实一桩一桩的来，包括你看到他说我验出你进口的东西有沙门氏菌，所以我暂停你美国3个企业进口
中国海关总署呢，就在这个美国的禽肉骨粉里头验了这个东西，说，哎，你看有这个细菌啊，哦，所以你不能进口。那包括过去4个月，我们看到北京透过一系列的行政阻挡跟曲折的第三方交易终止，或者是大幅减少对美国主要商品的直接进口，包括你看到的牛肉、鸡肉啦、鸭肉啦，还有液化天然气哦，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武器呀。好，那美国是不是想要拉俄罗斯来对付中国呢？因为我们很久没有关心乌克兰战场上的样貌了哦。我们看到凯洛格，他是美国的乌俄特使，他就提议说可能让乌克兰被划分为不同的控制区就是东边、西边，有点像东西德这样那英法部队作为安抚部队驻扎在西部，那俄罗斯就控制东部。哇！那这样子，乌克兰就永永远远分裂成2边了吗？不过在中美的贸易战下，俄罗斯说话了。俄罗斯说，中国需要多少石油，我们就给多少。他站队很明显呐。来，请教亮哥。我觉得川普的团队的发言出了问题了。那这样当然就会导致，我甚至怀疑他团队有人借这个机会在赚钱。因为2天传说要豁免，对股票，我们用台湾为例了，台湾今天开盘大概上下大概有500点，那台积电一开盘是903，最后是865，然后在盘中川普出来更正，说这是假新闻，对，你看这个影响多大，所以我认为他的团队真的很有问题。前一次本来Bill Ackman。不是出来说他建议暂缓90天吗？对，隔了4天，川普跟进嘛，那前一天先传出决定暂缓，股票大涨将近8%，然后后来说这是假新闻，暴跌8%，你去想想这里面有多少空间？然后川普自己决定要暂缓90天，自己写了一个贴文，后面还写 DJT。都自己的公司啊，对他的公司股票，然后后来被查出来，在这之前大概2-3个小时 ，S&P 的期权交易 SPY 大量涌进，那当天最高的时候涨21倍，我认为他的团队真的有严重的问题啦，所以你就会听到很多奇怪的新闻，然后鲁特尼克他被设定是扮黑脸嘛，他比川普要早一点出来说。没有这件事，然后后来川普就自己否认了嘛，这个真的很糟糕啦，这个会导致人家不知道怎么跟你谈判事实上现在最关键的不是他跟中国谈判，因为那个可能还要一点时间，最关键的是明天他要跟欧盟谈判，明天这个蛮关键的因为欧盟自己通过决议说要反制25%，对，然后欧盟是提出零关税，那川普反对嘛。川普就说：“你欠我3500亿，其实那都胡说八道啊！因为欧盟对美国的顺差2000亿左右，那川普就胡说一个数字，说你欠我3500亿，你要买我的能源啊，就这样啊。那欧洲当然很生气嘛，其实欧洲人是比较震惊的，他们比较严肃啦，他要求有法律跟规则来遵循所以明天蛮关键的。”如果美国跟欧洲谈崩了那这个就变成中国的利多了，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就是指控美国乱七八糟嘛，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你谈嘛，那川普就一天到晚那边讲说，我在等习近平的电话啦，我跟他关系很好啦，就讲一堆有的没的那现在轮到欧洲人去领教吧，所以我觉得明天蛮关键的啦。如果明天没有谈出一个，因为美国跟欧洲都是西方如果你连西方都不容易谈出结果那你说你期待跟其他意见比较强烈的对手，要得到结论，那真的是很难。我跟你讲，昨天石破茂，我觉得石破茂也蛮勇敢的。石破茂昨天公开讲说日本是美债第1大持有国，我们希望基于金融稳定美债议题不要纳入关税战的谈判目标。很勇敢我佩服他。
他讲的是事实啊。因为如果你要逼日本来进来买那个什么无息债啦、百年债啦，那以后美债大概没有人要买了啦，因为日本是 No.1 嘛，持有者嘛。结果他就他的立场讲了一个日本该有的立场。那日本目前也在联系加拿大，还有 G7 的其他国家，美国除外啦，说我们共同来稳定全球金融。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美国乱搞嘛，那你美国这样，那我们其他 G7 的其他6个国家，我们一起来维持稳定金融吧。我们至少维持正常。对，所以我跟你讲日本已经是跟美国非常友好的国家，对，他都不得不讲出一些川普绝对不会接受的话了，说你不要跟我谈美债了你就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嘛。如果欧洲我们还不知道啦，欧洲是明天嘛那欧洲已经表示了，说我现在提的就是我们就互相零关税了。那不然你如果不要，那就事论事来谈嘛。欧洲人都准备好了，都针对共和党的州要实施制裁，他们都非常了解彼此，精准打击。对什么鸡肉啦那昨天习近平也很故意啊，西班牙不是去访问中国，买猪肉。西班牙的猪肉本来就是第1大进口国，对，大概22%，美国是17%，那中国大陆现在就把美国那17%拿出来分啊。我觉得中国大陆未来一定会一直用这一招啦，就说哎呀，你美国本来进口我的电机项目啦、机械项目、农产品，我就拿出来分给日本、韩国跟欧洲各国啊，多好，对啊。我觉得他一定会这样做的啦。对啊，大豆他也跟巴西买。对。是，来，就是这样大钟老师。对，我觉得欧盟已经准备妥当了。目前这个所谓的90天就是一个缓冲，那看谈的结果。所以欧盟也讲，他说他本来就是分3阶段要祭出这个惩罚性的关税，4月15号、5月15号，然后最后是12月1号，总数大概是210亿欧元，这么多的美国进口到欧洲的商品。所以它并不是没有武器，只是他在寻求说有没有可能跟你双互零关税。但川普这边就像刚才所提到，也很凶悍了。他说，他就喊一个数字，但是欧盟认为说，很多地方其实不是货物的这种贸易而已，还有很多这种服务性的，这个产业，其实这个美国其实赚了欧洲也不少钱，但是川普不管。那还有一个地方，就刚刚图卡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川普的一个核心亲信有特别讲到说，川普是交易大师，但是如果没有对话，怎么会有后面的交易？我觉得他这个是讲个大实话，因为不管如何，川普最自豪的包括他1987年那本跟所谓记者合著那本交易的艺术里面，它里面透露很多他的一个到现在的行事风格。这40年来可能改变的并没有很多，但老实说，如果是像现在这样子，美中之间好像我看有外媒写说12天没有高层的官员彼此的对话没有。那贸易代表说目前没有对话的规划，到现在为止。那要谈什么是交易的这个大师呢？谈什么是谈判大师呢？那我再讲到一下这个俄乌战争，因为老实说，因为从4月2号之后，大家好像忘记了俄乌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回顾一下这个过程，其实并没有像川普讲的这么顺利了。因为一开始有媒体又在设定日程，说有可能是4月20号复活节，有可能是5月9号，所谓的这个俄罗斯的2战胜利日。俄乌会有个基本的这个全面性的这个停火，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哦。目前的状况最好的地方是，似乎双方是对基础建设设施的打击有共识，不能打。黑海谷物的出口有个基本的共识，但当时因为俄罗斯要更多的东西，所以看起来又没有这么顺利跟成功。所以现在经过2次在3月底在沙烏地阿拉伯的谈判之后，到现在感觉是其实停顿的。是，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几天前这个北约的外长会议里面，法国的讲法其实很耐人寻味。他有帮大家厘清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假设未来有所谓的类似像维和行动的部队，应该就是英法为主体。整个欧洲国家虽然北约有10几国说，我可以出点人出点力。这个所谓的自愿性联盟，大概有37国表达出意愿，但是真正的主力一定就是英法，而且美国说不关他的事。但这个法国的这个部长特别讲说，我们这个部队并不叫做阻隔双方的维和部队，不是设在缓冲区里面的，所以再一次向外界证明，这是放在后方的，是保护所谓乌克兰的基础设施的部队，
而且大家不要认为2-3万人很多，放在乌克兰这么大的国家，都是一个地方一说而已。所以这是真正的重点。所以现在乌克兰状况就是乌克兰要自己去守住前线，你在缓冲期之外遥遥相望，假设有那一天就俄罗斯的部队，所以它的条件真的并没有比开战之前好到哪里。我觉得反而陷入一个更严峻的地步。没有错。来，请教舰长怎么看？我在想，明天呢，美国跟欧洲的谈哦，即使是西方人跟西方人、白人跟白人，能够谈得出一个好的结果，我觉得太难了。为什么？你实际了解他这个这种，就知道美国实在是欺人太甚。我举个例子，像今天如果说川普说明天开始，我们这个10%，这个基本的这个全世界都10%，永远执行下去，再也不会恢复什么30几%那个东西。你会不会觉得哇，谢天谢地，这个川普是大慈大悲啊？你会这样想吗？那我再跟大家讲 ，WTO 啊，2023全球的这种所有国家的平均的这种进口关税，因为进口关税有的高有的低，但是这个国家整个拉起来，这个平均的全世界是2.6%，台湾是多少？台湾是1.7%，所以现在川普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征10%的。等于对全世界平均的是4倍，对台湾的是快要6倍，你觉得这可不可恶？他突然一下把关税拉这么高，大家还觉得哎呦谢天谢地啊，维持10%这样子也不错。那接着你以为就结束了？还有90天的谈判期，据说他要讨论的项目，每一个国家都有90项。你要买我多少美债啦？你要买我多少能源啦？你要买我多少大豆啦、猪肉啦？你不能够贴标识啊，什么等等，90项。这些完毕了之后，只因为一个原因，就是好比说他要征我，就是因为我出超太多。那什么叫做我出超太多？今天好比说美国向我买一个汽车要100万，我工人要花多久的时间做这100万的汽车啊？然后我把汽车给你，他把那100万给我，然后最后1年结算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我赚了他100万，多可恶！你这个人啊，欺骗我们啊，这样压榨我们，你忘了你拿我一辆那个汽车吗？我们多少人去工作努力换了你这100万过来之后，你知道大部分国家把这个钱做什么了？尤其像台湾，他去买美债了。什么叫美债？就是我用很小的利息，我又把这个钱通通还给你美国人了，你知不知道？美国人又在花这些东西，所以你想想看，你想通了这些东西，你不觉得川普的这种，我管他是一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公平关税，那是实在是令人气死了。然后接着第二我要讲一个，就是大家去想说谁会谁这个中美竞争谁会胜哦？你去想一件事情，美国现在啊是他国力从2战以来到今天为止，在全世界对比里面，它最弱的时候，中国大陆是2战以来到现在为止，它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也好，最强大的时候。那美国的川普总统是大概所有美国历来总统里面风评全世界风评最差的、最让人家没有办法信任的人。习近平呢？习近平大概是从邓小平以来到现在所有的中国领导人物里面，他最有权势、最有决断力的。所以中美从2战到今天，如果早期他们对上的话，美国都有很大的胜算。从刚刚这样子去比，可是现在呢？现在是2战以来他最没有胜算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在打这个战争。然后第三个，我最近常看到一些叫做什么联俄制中哦，川普很聪明，这个人他会拉拢这个普丁，然后来一起来治这个中国。我当时看这个，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普丁除非是白痴啊，你美国打我打成这个样子，然后出现了一个川普，最多也不过就4年，然后我就跟他再联合在一起去打中国。那只有叫做战略白痴的人会做这个决定，所以美国去联俄制中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全球的秩序可能现在会有一个大洗牌。那中国大陆跟英国的关系现在如何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啊，有一名英国的国会议员呐，他到香港想要探视他的家人，结果在机场就被遣返了。那英国的外相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事情，要求北京还有港府来解释。我们来看看这个议员的背景，她是一名女性，叫赫侯斯她是对中政策跨国会议员联盟的成员，曾经公开要求英国抵制北京冬奥。简单的大白话来讲啦，她对中国大陆是很鹰派的就是有一点反中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指标那这个中国大陆的对外关系，以及在这个
美中贸易战的大氛围底下看起来其实某种程度呢也是一个这个观察的指标。而另外，日韩现在对美国开始提防了吗？刚刚讲欧盟明天要跟美国来谈关税，那日本呢是排在礼拜4。日本首相石破茂还有包括日本的内阁官员官房长官松野博一都讲了，在即将启动的美日关税谈判中，不会把现在手上的巨额美国国债作为施压手段，不会当作谈判的筹码那刚刚这个亮哥有说这个非常勇敢可是我们看到呢，美债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日本其实还是在卖。日本卖很多所以有人说石破茂是偷偷来，嘴巴说这个不当做武器，可是还是不断的在减持那另外呢，应对川普的贸易战，韩国又有什么样的武器跟筹码呢？现在是几乎手上没有牌可以打了韩国谈判的筹码不是三星专家说可能是造船业，还有对美国能源的采购，像是天然气，还有包括南韩它的造船业非常厉害。那美国现在造船非常慢，所以川普考虑要这个韩国人来帮他造舰这个是新闻上面大家都有看到的。而全球现在对美国都蛮感冒的毕竟川普的出尔反尔真的让人这个耐心都被磨掉了。我们看到欧洲游客取消美国行所以现在欧洲人到美国旅游的这个比例已经下降了甚至有人就扬言说，我绝对不要踏进美国一步。我们看到西欧的游客来美国停留1个晚上的数字，比起去年同期已经下降了17%那其中来自于爱尔兰挪威德国这些游客更是大幅下降20%以上所以某种程度大家在抵制美国那英国呢，它还宣布了要暂停对89种产品征收全球的关税可能像是这个意大利面果汁香料塑胶制品等等89种我就无关税，你就赶快进来吧可能对于国内的物价可以有一个平抑的作用。而在这个时间点，习近平出访了，他到东协3个国家观众朋友，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画面，这是习近平抵达河内，也就是越南首都的画面他在这里展开国事访问，时间点是今天跟明天2天。那4月15号到18号是要到马来西亚、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越南在中国大陆的这些侨民在这里举着5星旗来为习近平接机那观众朋友，我们可以看到的，包括在这个时间点，美中贸易大战，习近平为什么要出访这个东协3个国家呢？那当然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做法跟可能他的目的我们先来看看他要拉拢越南这件事情他投书媒体重申关税战没有赢家他在越南的人民报上面用习近平的名义投书，里头写了很多的文章文章里头我们截录在这里。他说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他的企图蛮明显的既然我不跟美国做生意，我跟其他国家加紧各种双边的一个关系。中国急求同盟，习近平出访东南亚3国，将和越南签40项协议。所以你看到越南的副总理兼外长，他当然热烈欢迎如果现在他对美国这样对待嘛，高关税，然后几乎已经下跪的状态下，如果美国要买他的东西，他当然求之不得所以你看到呢，他说在越南有需求，中国有优势的领域打造高水平合作亮点，像是铁路、农产品贸易、科技等等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中国大陆、中共的高官随行随着习近平的出访有10个人媒体都写出来了，包括蔡奇、包括王毅、包括孙卫东，还有王小洪、董军、王文涛、何伟、罗兆辉、郑山杰郑乍杰以及刘建超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像这样浩浩荡荡到3国去出访这个阵仗是蛮大的。一方面呢，中越在海面上也即将联合巡逻这是第38次北部湾这个叫做北部湾的联合巡逻，凸显中越2国政军进一步的深化。所以像是经济学人讲的
这个川普的做法可能会让中国再次伟大哦，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凸显的方方面面哦，我们慢慢的也都在看到。习近平出访东南亚想获得什么呢？哦，我们看到这一篇分析就讲了，习近平可能会将中国绘画打造为一个可靠的全球合作伙伴，与川普治理下难以预测的美国形成鲜明的对比。的确，他的确是要让全世界其他国家来选啊。你看这个地方变幻莫测，我们这边很稳定，你要选谁？哦，他某种程度是提供这样的一个 option。那印尼的总理就讲了，印尼会保持中立，我们不选边站呐。哦，可是外交是最佳的选择，我们视中国为好友，也是美国为好友，每个国家都在看，都在选择自己的最佳利益。来，亮哥。这个纯粹是反对川普的关税政策啦，这个不是反对美国啦啊。可是确实有一些地方，尤其是欧洲，现在开始抵制美国的商品嘛，这是事实啊。很多国家都开始出现了，加拿大也是啊。那川普最好不要让整个运动变成反美的运动。事实上，美国民主党就蛮重要的啦，对，因为民主党跟川普不一样嘛。不过那个题外话啦，我们来谈亚洲啦啊。我觉得日本真的是一个蛮厉害的国家，它阴阳两手都有。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有筹码，它的筹码就是美债。那他很会讲话啊，因为前一阵子4月9号为什么会暂缓90天，就是市场那个美债的殖利率飙升嘛，那很多人就在怀疑说到底是谁在卖。结果后来有查到，有一家日本的避险基金啊，它做多美债做60倍，结果破产。那当然日系的机构就在市场上有一些抛售了，就以前是做多的，纷纷改方向这样啊。那之后我觉得，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位他出来讲，就是说，我们没有啦。我们没有把这个当作施压手段，因为这个一定会被传开啊，可是他现在又讲了一个新的说法，他说：“哎呀，我们日本是最大持有者，我们也不希望这样说，哎呀，强的进去买美债，导致美元信用的下降。”你看他多会讲，很会讲话，很厉害了啊！所以我觉得台湾就要学人家怎么做外交。因为美债也是我们的筹码，也是我们的武器啊。我们的外汇存底有5766亿，美债占80%，那另外韩国，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一厢情愿啦，因为造船业啊，你如果去美国，你韩国就没有竞争力了啦，因为美国那么贵。要用 local 的工人，所以事实上是美国要来韩国，那韩国不是得到订单？对呀，这样他哪有让步？这样比较好。这样哪里叫让步？我认为美国要的应该是韩国的某些产业去美国投资啊，像三星吗？那已经去了啊，可能还要再找啦，因为韩国没有钱呐，韩国跟日本、台湾是不一样的，韩国的债务超过外汇存底，所以他没有钱呐。真的有钱的是日本跟台湾啊，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很诡异啊？把我们台湾跟以色列摆在同一组。对啊，为什么？事实上，以色列也没有钱啊。以色列对美国的顺差只有30亿耶，190对160，那他贸易他的那个外汇存底其实也不多，大概不到1000亿啦。我认为他是故意的，就是他就要你看以色列，你看以色列。国防预算占 GDP 5%，你看你差多少？然后第二个，这个是外传啊，不能证实。美债来交换安全保护，所以要把你跟以色列摆在同一组啊。我希望不是这样了，因为美债应该是另外一个议题。美债真的是会影响到美国的美元信用啊。所以你不要跟关税啦、国防啦绑在一起。因为这样会乱掉了，对美国也不一定好，所以我们这讲的这个绝对不是反美，你美国不要让川普把你的美元信用给搞砸了。这种事情如果真的要处理，你应该召集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在联合国开一个财长会议，那你要承认你的美元真的出了问题，美债太高了，那请大家共同来处理。
我觉得这个才是正本清源呐，就是要诚实啦，要诚实，对要诚实。来，大钟老师，对，我觉得像日本来看，就像刚才所讲啊，除了吃破帽，除了讲这个美债议题以外，他讲的非常有技巧。那其实他这2天有个讲法，就是说他的当务之急是要跟美国完成关税谈判，对，但是日本绝对不能永远在做妥协，所以他讲的都是有点是在那个有点模糊，但也把立场也表达出来哈。那韩国也很特别，因为韩国现在是在大选时期了，很快。那李在明目前是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是呼声最高在野党。他的讲法也是有点往中间靠，比较特别，因为过去他对于美国有一些他的意见，对于日美同盟，对于美日韩3边合作有他自己的看法，但他现在的讲法已经往中间靠。为什么？他要胜选，他知道美国的影响力还是很大，所以他现在讲法是一直在标榜美日同盟的重要性。美国对韩国如何的重要，而且美日韩3边合作，这是拜登任内在做的事情。那现在他都照本都是接受，而且他喊一个名词叫做韩国优先，而且他说我们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是，比如说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合作的时候合作，那要冲突的时候要靠这个谈判来化解，所以他现在是光谱里面是往中间靠，所以这些都是未来的一些变数。那至于习近平的出访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他今年第一次出去国事访问。你看他挑的国家都有特殊之处。去年大家还记得他去哪吗？2024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2023去莫斯科。那现在他是要巩固周边，因为刚好现在就是所谓的关键时刻。那尤其是中国大陆跟越南的关系，其实这几年算相对比较健康跟稳健的，因为从2023年习近平出访越南，到去年苏林这个越共新领导人上台之后回访这个中国，到现在正式国事访问，这3站里面越南应该是最关键的，就是习近平希望能够稳住这个越南，尤其是今年是北京跟越南建交75周年。那马来西亚也蛮重要，因为马来西亚是今年的这个东协的轮值主席。那安华其任内已经3次出访中国大陆，但是习近平应该是12年没有去马来西亚。那而且根据现在的报道是，马来西亚还会邀请习近平5月份的时候再来出席这个东协、中国还有所谓的 GCC 啊，这个所谓的3边的这个高峰会，而且11月东协峰会，习近平应该还是会再去。那所以这3个国家应该是基本上习近平在做周边外交，尤其是目前来说，这3国大家不要忘记都被川普课了很重的税。对，除了马来西亚24%，其他2国都是40好几%。当然是希望能够巩固他的这个外交对中国大陆而言。请教舰长。最近大家一定经常听到美债，然后上个礼拜说这个美债1周掉了50个基点。然后可以让川普吓到说他这个关税战就暂停延后90天。我当时就在想说，这个美债有这么大的威力吗？那我特别研究了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第一个，它的1个基点是0.01的殖利率，所以50个基点就是多少？就是0.5%。也就是说，如果它原来殖利率是4，现在升到了4.5，那就是50个基点。那4到4.5有这么严重吗？那你要知道这个殖利率是怎么计算的。如果现在有一张票面的叫做美债，这一张美债在这里100块，这是它的票面。那你买的时候，它已经告诉你它的利息有多少了。你买这个，我1年美国付你2块钱的利息，这个2块除以100块是多少？它的殖利率就是2%。好，接着下来这个利息是永远不变的永远就是1年付你2%的利息但是这个100块的这个票面，它会改变。它的改变就是有很多人抢它，它会升。如果我举个例子，它现在原来是100块供不应求，全世界在抢，它一直升到了200块，那几乎不可能的，升了1倍，200块可能吗？我就算它升200块好了，200块以后，这个2块的利息再除以200块，它利息变多少？1%，殖利率变1%。原来是2%的殖利率，现在殖利率变成1%，它的基点掉了多少？你知道吗？掉了100个基点。刚刚他那个升降是50个基点。反过来讲，这个100块的，如果票面一直跌，没有人买，跌到50块，就是50块除以2，它的殖利率会变成4%，也就是它的基点会掉200个基点。我刚刚说的这些数字几乎都是不可能的。结果
3个礼拜，1个礼拜掉50个基点。我问你，如果这是照我刚刚那样讲的话，川普会不会怕？他真的会怕，那是很可怕的。1个礼拜50个基点是不得了的。现在川普已经成为美国电视节目的灵感来源了。我们看到著名的综艺节目《周末夜现场》就拿川普出来当主角来讽刺他那他扮演的是什么呢？耶稣在寺庙里头掀翻桌子，然后赶走正在贩卖商品的商人。然后呢，川普就用独白占据一整个场面很多人都说我是救世主，因为我把经济搞得一团糟那大家都在反讽他其实真的股市就像耶稣一样，他死了之后在第3天复活了，然后在第4天他又死了全球的股市都在喜三温暖。那中国大陆那当然现在跟美国在开战嘛所以他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用雷根做例子回呛美国说，贸易战是让人民丢饭碗的最快方式。因为过去其实前美国总统这个雷根在1985年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就用这个演讲的旧短片来比喻，来讽刺川普打贸易战会让更多美国人丢掉他们的饭碗。而另外呢，川普自己看起来至少啦，外界看起来他是老神在在他爽看格斗赛这是这个周末他跑回去他的佛州的海湖庄园度假，然后呢，带着他的家人，带着他的好朋友，包括 Elon Musk 去看格斗赛那外国媒体当然就在旁边说，哇，你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总统真的是跟现实脱节啊！你知道有多少人心头在淌血，有多少人真的被断头了都是你的政策出尔反尔。那另外呢，美国人有一些人当然很苦如果关税对中国的关税高达145%的话，一只熊猫玩偶就会变成80美元2000多块钱台币那本来可能是32块美元。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这样子的事情如果真的实现了那对于美国这些经销商各个这个产业链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来看看这位女士的说法。I've even considered what it would look like to open a manufacturing site, but that's way over my head and, out of my budget. The administration would like people to think that this is a China problem and that this is only hurting Chinese-based businesses and helping U.S.-based businesses. But I am a U.S.-based business, let's be clear. I can't manufacture everything here. It's this number, it's that number, it stops, it goes, it's hard to know where will this stop. 好，你看到全世界的贸易商呢都要做下一步的准备，所以他们要开拓其他的市场。过去卖给美国人的东西，想想看能不能够卖到其他国家？谁有这么大的市场？中国啊！所以你看到包括奥地利的红白酒、西班牙的火腿、巴西的柳橙汁现在都转向要以中国市场为主，至少你要去探寻一下去敲敲门看看能不能为自己打开一条生路。那另外呢，欧系的车厂他们的轿车滞销或者是滞留在港口这样的画面也是到处都是有一些车辆的交付进程都被打乱了，本来什么时候应该到港，什么时候要交货，什么时候要上架现在都全部按下了暂停键。而另外苹果这个手机它的生产线离不开中国嘛，所以库克他曾经有承诺说，他跟川普说，我可以在美国建厂，可能是空头支票专家就说因为他在口头上可能要讨好川普，可是现在越来越难了，最后恐怕也只能像以前一样拖什么？拖字诀，等到3年多之后，川普的任期结束现在外界讲说川普疯了，都不知道要怎么应对了。像是义乌，大家知道，在中国大陆的浙江义乌是一个叫做小商品的中心它生产超级多的小商品，而且很便宜美国像是过圣诞节的时候，那些圣诞树一些小的东西都是这边出来的，几乎那川普疯了，但中国人没有在怕的。这个我们看到外国媒体去访问当地的老板，他说我们可以自立自强美国市场没了没关系，我们可以卖去韩国，可以卖去泰国，因为当地人也在过圣诞节大家都在找出路，都在找生路。包括你看到呢，这个重庆璧山区
据说有一个外贸企业的仓库里头也是堆了一大堆的摩托车，本来这些东西要送到美国，可是因为关税的问题，现在都暂时停在那里，他们只好赶快另外开发订单加紧赶制另外一批发往欧洲的订单所以有一些是可以做的，有一些可以替代的，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出路吗？现在不知道那中国大陆未来会不会更强，还是真的就倒下去了呢？我们看到这则新闻看起来蛮厉害的比纸薄10万倍，快40%还省电。中国大陆说研发出一种叫做无细芯，它是什么呢？它是用新材料造出不用细的晶片，因为过去晶片大家知道嘛要用细，可是说是不用这个细那它的功耗还降10%，速度又更快如果真的是有这个事，那真的是蛮厉害的。来，亮哥，我现在事实上，欧洲跟中国大陆现在是要算入，就你前一页有讲到嘛，就是服务贸易的美国事实上有顺差，美国从来都不算这一块啦，因为它货品贸易它是严重逆差嘛，对不对？这个逆差到1兆1000多亿，所以他现在就用这个当筹码可是人家会觉得，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啦？我现在看的问题在这里了，所以你要大家来补逆差，那怎么弄呢？那你要调整个的生产结构吧，所以他说我希望制造业回流美国那事实上做不到啊。我们举例iPhone， 刚刚那个库克写了一个贴文他说中国那个哪里是劳工便宜，他早就超过那个阶段了。他说中国这个叫做生成技术，事实上这个概念就是广义的啦，什么生产聚落啦，然后工程师容易聚集啦，一大堆，这些美国哪有？结果有人就估计苹果如果真的移到美国，一支大概是2500到3000美元那你要怎么卖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卖不，这个就是现实，就是说美国你的制造业会外移，是因为你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7万了。对，那中国大陆是15000而且中国大陆那个15000，它还是平均的那富士康很多在郑州，那荷兰薪水才多少？对不对？那很多是深圳，那大家都知道很多湖南、四川过来的，对，那个跟美国怎么比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川普，你如果提出一个经济学上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那你这个诉求就是强人所难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比如说我们随便讲，比如说越南，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1235亿，我越南就是整个要卖给你也没办法它的 GDP 只有4700，这4700亿 GDP 啦它的顺差占 GDP 30%你怎么弄而越南也没有钱它还外债的，所以你看越南，它只能说我把我的那个非关税贸易壁垒拿掉了，我愿意进口关税降到0我承诺我今年买200亿了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是真的很卑微。不然你要教我越南怎么弥补贸易顺差，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方法？因为越南的企业也没有能力去美国投资或者在那边制造，也没有办法大力的采购，没有办法了。我跟你讲我看了那75个国家里面，真的川普可以挖到肉的啦，就只有日本、韩国、台湾了。我们是其中一个，对，我们是其中一个，可以榨出油的。对对。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大中老师怎么看美中这一次的对撞？对，因为美中，我觉得现在来说就是双方看起来这个王对王的这种机遇是没有像以前这么乐观但是那最后这条线还是都有把握住，就没有把狠话完全讲尽。那我还是提一下刚才这个，因为川普现在讲说这90天之内他要和全世界大概70-80个国家谈出大概快90份协议，但是这里面一定有它的重点跟优先次序，因为怎么说？因为美国贸易代表这个
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他的手下200个人团队，24小时全天候在做事情。200人多不多？其实一点都不多。90天之内，他一定是有他的最优先要解决的顺序，这是真正重点。因为前这个贸易代表这个特别讲说，他说如果根据川普1.0的谈判的速度已经很快喽，但是修改美韩谈判协定花了8个月，美墨加的谈判协定弄了快2年，所以现在90个国家看起来浩浩荡荡，但是一定有重点，可能台湾也是里面的重点之一。第二个，我还是要让大家看一下民调哈。川普这个关税政策，根据最新的民调应该是路透社在这个对等谈判之后，大概有57%的人是反对，赞成人不到40%。但这份民调里面是非常微妙，他怎么说？他说，可是有将近52%的美国选民是吃川普这一套的，就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是被占便宜的，是吧？这个工作机会被抢走，产业链被迫外移，这里面居然52%，所以川普的民调所显现的是这个是重点。第三个是到底愿不愿意共体时间、短期阵痛，好，这样的话，这里面呢，共和党跟民主党就是分道扬镳。共和党支持者基本上是愿意共体时间的，所以川普在民意调上看起来虽然是多数人快60%反对关税政策，但是已经有人心理准备，就是我要跟川普一起奋斗下去。这些是川普目前来说比较难得的底气了。对，所以美国人现在也要勒紧裤带，跟川普一起往前冲喽。有预期。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留给舰长。这个最近我看到这个叫做他们双方的中美双方，一个是125%嘛，一个145%，可能吗？真的这样去做，双方就禁运了，就你什么都不要卖了。那中美的加起来44%，占全球的 GDP 44%，那还得了？那是全世界多严重的一件事，你知道吗？所以基本上可能有2个发展，第一个就是很快的时间，2个都是聪明人，2个都有这么好的交情，他们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是很快的时间，因为这2个人都知道不可能这个样子，通通不往来，那还得了吗？那第二个就是说，越走就越拗，越来就越对呛，然后从关税战变成经济战，经济战继续推下去。那通常战争有一种就是军人打的这个战争嘛，军事战争，你知道还有一个是文职人员打的，就叫做经济战。其实现在中美进入了战争的状态，只是打战争的人是文职人员，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北京的所有的那些高层的人停止休假，手机24小时开启，随时备变传唤，立刻到那个办公室去做这研究，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战争。